Hello，大家好。这几盆兰花是我上个星期在兰园买回来的兰花，今天有空准备来给它托盆。之前有朋友说想看一下我怎样给它托盆的，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这棵兰花的根长得非常的严实，把这个塑料杯剪掉，然后把它拨开。根长得非常的饱满，要仔细的剪，要不然就把这些根剪掉了。剥下来看一下，根长得非常的好。这一棵应该是杂草吧。检查一下它有几条干掉的根，烂根就没有发现。把这些干掉的根修剪一下。根长得这么严实，要是真的要把里面的水苔掏出来，还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。这边还有一条干的根在里面。好了，看了一下，没有发现其他的异常情况，就把这些已经开完花的花梗给剪掉吧。我就轻轻的用水苔在外面包一下就好了。因为这个我用那个筐比较大，如果就直接这样子放上去呢，我怕把那个根给刮伤，然后就轻轻的把这些水苔裹上去就好了。老板说这些兰花都是直接从台湾过来的，所以他们来的时候都是把水苔弄得非常的严实，然后把水都浇透了。有的时候这样子根长得这么严实呢，难免会有一些根是会烂的。还好这一棵没有发现有烂的根。把这颗兰花放到这个玻璃瓶子里面，这颗兰花就这样子种好了。之前我买回来的兰花都是一回家就马上给它换植料、换盆子。这样子做呢，兰花刚刚转换了环境，然后又马上给它拆植料。在拆植料的过程中，多多少少根都会伤掉的。好，现在来种这一棵原生种的兰花苗，这个就是它的名字。看一下这棵小苗的根已经从这个盆底里面穿出来了。剪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，我不想把它弄断。好了，这个盆子终于拖出来了，看一下它的根也是非常健康的。这一棵原生种的花非常的漂亮，是白色的花瓣，有粉红色的斑纹的。也是轻轻的用水苔把它裹一下就好了。其实这些兰花买回来之后，把这个盆子脱掉之后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用铝线给它圈一个圈，然后把它挂起来，这样子种就最适合它的原生态的种植方法。
原生种的兰花需要的水分比一般杂交的蝴蝶兰的水分要多一点，所以呢，这一颗花在它没有完全干的时候呢，我就会给它浇水了。把它稍微整理一下，看上去整整齐齐的就好了。希望这一棵小苗健康的长大，然后我们很快就能欣赏到它美丽的花朵了。就这样子把它挂在这个玻璃瓶子上面就种好了。再来看一下这一盆带白色小花的蝴蝶兰。这一盆蝴蝶兰的花是有续花性的，这样子看它的花梗好像已经开花开了好长时间了。马上来看一下它的根，把这个塑料杯剪掉，剥开看一下，里面的根看上去也是挺不错的，没有发现有烂的根。只是那些水苔看上去已经不是很新鲜，没有发霉的现象，问题应该不大。现在就这样子把水苔裹上去，然后让它生长一段时间，再来检查一下要不要把里面的水苔换掉吧。这棵兰花刚转换了环境，加上现在天气非常的热，我不想现在就把所有的植料拆开，这样子把植料拆开的话呢，它肯定会受伤的。我是会让它适应这个环境一段时间，然后慢慢的把它的植料换掉。以前我把兰花买回家之后，就马上给它换植料换盆，这样子一来，兰花有90%都会烂根。烂根之后呢，它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恢复，所以呢，通常买回来之后几个月的兰花都是非常的不好，小心翼翼的它都会烂根，然后有的还会死掉。所以呢，我就想，如果我买回来之后，让它慢慢的适应环境之后，再来给它换植料的话，会不会好一点？这一次买这几颗兰花的目的，也就是想再试验一下我这个想法。之前2个星期之前买回来的兰花，我也是这样子做的，效果应该还是非常好。走几个星期，那几盆兰花现在检查它的根都是长得非常的满意。加上这种种植方法，因为它的空气非常的流通，对它的生长应该是非常有效的。好了，这一颗兰花放到杯子里面也是已经种好了，非常简单吧。好了，现在来看一下最后的一颗兰花。这颗兰花我买的时候就感觉到它里面的根应该不是很理想。看一下，根已经开始发黑了，还好摸着还是硬的，还没有开始腐烂。这一盆我打算只是用薄薄的水苔裹上就好了，因为它的根的情况不是十分的理想。还好没有发现有烂的根。这
这棵兰花我会非常的小心，然后又天天的检查一下它的根会不会有变坏的现象。尽量的用水苔把它刮起来，然后把它能稳稳当当的种在这个筐子里面就好，不需要把水苔塞得很严实的。加上这一颗兰花的根不是很好，如果塞得很严实的话呢，我想它会不会给再闷坏在里面呢？这一颗兰花，因为水苔我已经洗干净、拧干水，呃，现在把它种起来之后，我就不需要给它浇水了，让它的根稍微的干一下，再过几天再给它浇水，看看它的根会不会有什么进展。好了，最后一颗兰花也已经种好了，把它的名片插回去，就大功告成了。好了，4颗兰花已经全部种好了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